现在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里面，台湾就在中央。虽然最近我们看到了美国进攻伊朗，搞得全世界的天然气，搞得全世界的石油鸡飞狗跳，整个价格大涨，但是现在全世界抢的最凶的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跟台湾有关的晶片，而且不是只有台积电生产的晶片，连记忆体都抢翻天了。现在黄仁勋已经喊话说，你只要生产多少，我就要买多少。而且现在不是说我包你一个厂，我包你一个生产线，而是我把你未来几年的产能我全部都给包下来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股市不断的大涨，我们看到的现在记忆体的价格、晶片的价格不断的往上调，那大家会非常好奇，但也非常担心的是，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是一个世代的来临，还是说那是一个疯狗浪？这个浪来得又急又快，过了以后我们就会一无所有。这中间我们到底怎么看待 AI 时代的来临？而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跟台湾又有多大的关系？特别黄仁勋已经讲了，他现在是5000亿，未来要告到1兆，也就一年他要创造5000亿的生产值。这5000亿的生产值里面，你需要多少的配合？你需要多少的晶片？你需要多少的 AI 产品？而这些台湾又能够分到多少呢？因为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有一些《今周刊》的顾问林宏文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宏文你好。宝杰哥好，大家好。好，宏文，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记得以前石油危机的时候，你只要荷姆斯海峡一被封锁，哇，完蛋了，全世界的这个油价一定暴涨，然后呢，全世界的通膨一定会非常严重。可是现在油价有上涨，石油、天然气有上涨，可是感觉上我是稳定住了，因为现在全世界最稀缺的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晶片。今天《今周刊》你们的封面报道也特别到，但我也非常好奇，是说记忆体暴涨。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晶片也是暴涨，可是暴涨呢，黄仁勋有讲说，我明年会增加到5000亿，又等于说5000亿要到1兆，等于用5000亿的生产值爆出来，那我要多少的晶片？那大家好奇是说，那现在涨得这么凶，它是疯狗浪，只是暂时的现象，还是说那是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了？是我先不谈记忆体，虽然记忆体现在很热，每天一开盘就涨停，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来谈一个刚刚宝杰哥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 AI 产业，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产业而已，我们产业影响力当然非常大，对，可是我们要拉高来看整个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刚刚已经讲了，美国打伊朗，之前委内瑞拉，然后现在古巴要去投诚，这些整个的变化，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现在是在美中的对抗，还有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台湾的科技业、现在电子业还有半导体 AI 产业扮演的太关键的角色了。为什么？因为你说 AI 是这一波，我们不要说只是疯狗浪，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金额。我是让我们去统计今年4家 CSP 厂从亚马逊、Google、Meta 跟微软4家公司，光是资本支出就有6500亿到7000亿美金的一个投资额，一年哦。这个投资额其实我去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因为你去对比我还去问了 Gemini 他跟我讲他说这个金额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额。你如果对比过去人类在地球上做过的最大的投资是什么？是美国的洲际公路，对，美国的铁路的建设，还有就是那个往太空的计划，Apollo 计划。那另外还有一个曼哈顿计划，是做核弹，那个原子弹，但当年是原子弹。那这些金额你去对比我说光一年这个 AI 的投资就已经超过所有这些历来的金额。我比你的洲际公路，比你的这个所谓的大铁路计划，我比你这个太空计划，比你的核能计划都要高。对，那这个金额就是说，当然现在有人讲说有人比较看多 AI 的说啊，这个只占美国 GDP 的2.2%啦，因为美国现在 GDP 大概30.8兆美金，那这个7000亿美金大概只占2.2%多嘛，那过去铁路啦，或者是这个洲际公路等等，他们都占 GDP 可能还有达到6%的，还有3%的，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没有什么，还好啊，比例不高啊，对，可是我说绝对金额很高，绝对金额很高是历来最大的投资，但是各位想想AI 的建设，美国的建设，晶片的需求，你知道吗？供应商90%的先进制程的晶片是台积电供应的。
90%的 AI 伺服器、AI 的这些设备，还有这些所有的零件，都是台湾供应的。你刚刚讲了7000亿，那就是21兆。是，那21兆里面，那台湾可以分到多少钱？哦，很多。这个你台积电现在已经3兆多的营业额了嘛？我相信它这几年都还会有2成多到3成，每一年固定的成长。那整个 AI 是鸿海已经7兆啦。哦，那很多公司电子五哥每一家都是超过1兆的营收的。对，哦，有的已经往2兆、3兆去迈进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全世界最大的投资，然后供应商是台湾。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台湾在这时候的地位的重要性在哪里了。所以我们如果拉高整个半导体，其实就是现在地缘政治里面的战略物资。所以我们后来衍生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质疑哦，说美国这个台积电什么去掏空台湾，去美国投资就是这个让台湾弱化的竞争力等等。那你说？这个会有这样的质疑，其实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因为美国跟台湾，美国把台湾的战略物资锁住了。但是你要知道，我刚刚讲的那6000亿、7000亿美金都在美国，对，都发生在美国。你最大的客户就在美国，台积电70%的客户都是美商，所以你说这整个的布局，台湾必然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对，去海外投资只是你扩大你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好，那大家会问一个说，那这个 AI 是一个碰红，还是蜃楼，还是真的？因为这两天大家看到的一个黄仁勋在开这个自驾车的影片，现在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特斯拉你有自驾车，现在黄仁勋也可以有自驾车，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机器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想象的那个 AI 的世界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可是现在那个 AI 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了吗？所以为什么今天黄仁勋会讲说，现在已经不是生成式 AI， 现在已经是应用式的，那已经在我们周遭，那是真的在今年开始或者明年会有一个大爆发吗？对，我觉得 AI 的应用其实已经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你不一定为它而付钱。但是呢，你会用到它，而且你每天在用。对，事实上，我们媒体是最直接的。我现在发现好多人好会写文章哦。可是你仔细给他看哦，你会发现那是 AI 产生的。对。太多了啊！你看那很多文章一篇哈，还将近几万字这样子。那个一定不是人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好，那你说 AI 刚刚讲的，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到底 AI 有没有？变成实际的，我觉得当然有，因为所有人都在用，不管是药物，不管是交通，对，不管是这个所有的领域，像我常常去日本，那我不会讲日文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很多方法，就是我讲中文，他讲日文哈，我们都直接听到对方的这个可以听到我们懂的语言，这个都已经变成事实了。好，所以刚刚在讲就是说，亚马逊为什么投资这么大？他今年要投资快2000亿美金。他说亚马逊就2000亿。对，他说，因为他们所有过去投资这个 AI 的建设，很快，他说那个算力很快就被用掉了。当然，他不一定是付钱，就我讲，现在很多人没有付钱去买 AI，但企业已经开始很积极在用 AI 了，然后也付钱在用 AI，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花钱，但是重点就是算力消耗掉了。对，那大家知道吗？亚马逊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布局电商的时候。各位想想哦，它每年都是赔钱的哦，可是它股价一直涨哦。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叫做跑马圈地嘛。我要尽量扩大我在 AI 的影响力，所以我就一直投资，赔钱也没关系啊，一直投，因为你的市占一直在增加，而且这个市场不断在成长嘛。你要变成是领头羊，你就要一直的投资。所以我说 AI 的应用已经非常普及，而且现在大家已经躲不掉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AI。没有所谓的泡沫了，主要 AI 产业没有泡沫。你觉得没有泡沫？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泡沫，但是 AI 让很多产业变成泡沫。哦，原来被取代了。对，因为好，那你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跑马圈地这个东西有趣，是因为按照你们其中看这一期也提到说，黄仁勋在一个大会里面讲说，你现在的记忆体你生产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Google 在2023年的时候，突然警觉到说，我的 Gemini， 我这做得非常好，所以他马上要跟台积电说，我的 Gemini， 我现在 Gemini 做得很好，所以我要赶紧跟你们下定的晶片。结果当时台积电跟他讲，对不起啊，你2023哦，台积电讲对不起，我这个都已经被人那个什么 NVIDIA 包走了，NVIDIA 包到什么时候？他包到2027年，2023年的货，我给你包到2027年，更不用讲 OpenAI， 他买算力一买就买5年，用5年的份，所以你讲那个跑马圈地是
现在这些大老板是等于说是完全不惜血本，等于说是大量的把这个钱买下去，然后买下去是买什么？他就是买台湾的产品吗？对对，没错。如果讲台湾的角色哈，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跟美国这些厂商哈，我们是非常紧密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简单讲，就是以前我们都觉得啊，我们就代工嘛，很多人都说啊，就代工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我们这种代工已经不是所谓的以前雨伞代工或是一个很低阶的代工，我们是跟他是生命共同体。然后呢，他们有什么样新的规格、新的技术，台湾是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先给台湾，然后台湾跟他共同开发。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有很多新的设计，一定要能够生产出来。对，那生产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我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你刚刚讲到台积电的 CoWoS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黄仁勋跟这个魏哲家先生说我要多少产能，你一定要帮我备足，而且你要因为你知道黄仁勋这个每一年NVIDIA 都有一个新的规格要出来这个 Broadwell 啊，然后现在是 Rubin 啊，对，那最近他在 GTC 讲那个 Vera Rubin 就那个规格是每年变一个样那过去你知道那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很快也是要1年半到2年，可是黄仁勋硬是给你压缩到1年，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厂商配合他，然后做出成绩来。台积电拼命的做 CoWoS 每一年这个就我们讲的那个先进封装，它每一年的产能几乎5成到1倍的成长。然后全部被黄仁勋包掉。当然，我想大部分现在都是 NVIDIA 在用的，少数几家。所以现在台积电最大的这个厂商是 NVIDIA， 已经不是苹果了。是，你看那个 NVIDIA 今年第一季$680亿对，我给他看2023年台积电是69亿美金的，690亿美金的营业额。所以黄仁勋现在一季就已经做超过当年2023年那时候台积电是营收是全世界半导体最高的。我来做这样的对比，就是说才几年之后，黄仁勋一季就赚赢那个1年，而且他今年很可能要到3000亿美金以上。对，好，所以刚刚另外讲，就是说辉达对台湾的这个要求很多嘛所以像我们的散热厂商，我们的奇鋐、我们的双鋐，对，以前他们说他们从来不觉得液冷就是用液体水冷去冷却这件事情，他们会做得成功。可是黄仁勋就每天跟他们讲，你一定要做到，你一定要做到。我们是被逼出来的。对，他们2年到3年就做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是过去我们都说苹果在推动台湾的产业成长。对，但是苹果现在手机已经都没什么变化了。现在是黄仁勋这个不是库克了，是黄仁勋在推动整个台湾产业一起跟他跑。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日本、韩国做不到，中国非鸿供应链更不可能，不可能中国。对，所以台湾配合的是最好。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台湾的角色我们是这种所谓的那个舞台剧里面的那个黑衣人我们舞台剧黑衣人就是总驾临的，总驾临，轰动不灵惊都白个都总驾临。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名。老实讲，我们的台积电当然现在很有名了啦，因为它市值这么大了。可是事实上在疫情之前，全世界大概都很少听过 TSMC。那鸿海 Foxconn 以前可能听过，但是也当不是重要嘛。大家看到 iPhone 就知道是苹果，都怎么会知道是鸿海做的？好，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而且是很重要的这种供应链。这种供应链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不是只有什么鸿海、广达、伟创，这些公司，那是一整串的供应链。而且台积电供应商有几万家，当然很多是国际厂商，那台湾也跟着很多的厂商就打进它的供应链，那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 AI 伺服器那里面更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我们不只是散热啦，然后电源啦，连被动元件以前都不太，大家都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它现在都翻上台面了。对，那刚刚讲的记忆体，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体的一个我们也说 iPhone 时刻好了，它又变成是一个很关键。为什么？因为 AI 需要太多的
记忆体的。那所以这些大公司都去做 HBM 嘛，就是那个高频宽的记忆体，那个利润比较好嘛。所以它很多的产能就不足了嘛。对。所以台湾其实没有大型的记忆体厂商，但是我们一些做那种 DDR4、DDR5 的公司就跳出来了，南亚科、华邦、旺宏等等就跳出来了。那这个就变成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力量。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虽然在高宽频的记忆体里面没有台湾的角色，可是我们不是跟美光很好吗？是。那我们跟美光很好，美光的生产力基地不就在台湾吗？对。所以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我们好像说这个高频宽都是被海力士、被三星拿去，可是未来台湾的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的生产基地的这个重要性也是非常高的啊。是，我这个可以有2个层次。刚刚讲没错，美光有60%的产能在台湾。对啊，在台湾。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键是当年美光把台湾的华亚科跟力晶集团的瑞晶，还有那个日本的尔必达一起收购了。所以它事实上它在台湾的产能它是占它全世界最大的，而且还在扩厂，而且最近还买了力积电的厂，又买了。所以美光其实是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啦哈。美国结合台湾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日本因为美光在日本也有工厂，他们结合这个呢，其实是在对抗韩国哦。因为韩国是大家知道三星跟海力士嘛，2家非常大嘛。那美国结合台湾呢，希望不要让韩商呢稍微比例降低一点，不要有那么大影响力。你看现在这个时刻就很关键了，记忆体在缺，对，那大家都只能去拜托三星跟海力士，韩商就主导了。可是你知道美国绝对要打破这个，他当然希望台积电跟美国做更密切的合作，他也希望。因为韩国现在是一个美国比较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在这个李在明李总统，他是比较是有时候还会偏一下中国的嘛，所以他那个刀切豆腐两面光，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所以现在讲产业竞争都还是要看一下政治的的变化了我觉得。川普总统他当然很多人讨厌他了，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是把美国我们都说美国以前我们说石油美元嘛，对，掌握石油，美元就变成全世界的货币嘛，是，他现在叫做科技美元。什么叫科技美元？科技美元就是说他掌握了 AI，掌握了晶片，是，你想。现在 AI 跟晶片都是美商在主导嘛，那这个主导的过程里面，川普总统是有贡献的他推动 AI 的行动计划，他做了很多，甚至他还推动一个法案，叫做什么？叫做稳定币法案。稳定币法案就是说，你发行1块钱的美金，对，你背后要有1块钱美元的美国的公债，好，你要买这个公债来支持你发行这个稳定币，所以你卖出，你交易1个美元的稳定币，你就把你的债务卖给全世界了，不是吗？你这样讲，我可以理解说，现在美国为什么可以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那是因为尼克森跟当年的沙烏地阿拉伯签了一个约，就是说，因为当年的石油是全世界最大宗的物资，那我如果全世界最大宗的物资是用美元来计价，那美元当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交易货币，因为这样的交易货币我就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那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当年他跟沙烏地阿拉伯做的事情，现在他跟台湾做，因为现在的我跟你讲，石油用美元计价。所以我们叫油元，所以让美元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最值钱的货币。那现在的晶片是全世界最大宗的这个物资，最值钱的东西。那我的晶片如果是用美元计价，就跟油元的价格是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科技货币、科技美元，就等于台积。我后来才发现，台积电报价都是美元报价。当然都是美元报价，我们现在记忆体都是美元报价。那只要能够掌握台积电，他就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物资，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物资，他就掌控了美元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跟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在科技的、在金融的、在美国霸权上面，等于是把台湾这3个线全部都绑在一起。没错，这是这个宝杰哥你解释得非常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没错，这个科技美元现在你看不到嘛，全世界都要用辉达的 GPU， 对，然后要用什么？要用很多美国人做出来的 AI 模型，不管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Gemini 嘛，OpenAI 嘛，还有一家叫 Anthropic，
哦，非常厉害，对，做搞企业用的现在把很多像月初他这个宣布一个叫 COBOL 的语言一宣布，然后 IBM 就跌13%，那就因为他用 AI 做的更好。COBOL 程式很难做，用人虽然很难做，你现在居然可以用 AI 来做 COBOL 的这个程式。好，那当然我说美国不见得是所有公司都受惠于 AI， 我刚刚讲 AI 让很多人泡沫化，那像微软股价也跌很多啊，这个做软体的有一些现在都被 AI 冲击到，对，但是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就是永远在破坏式创新，创造性破坏，一直创新嘛，那跟不上的你当然被淘汰，可是它永远在领先这整个的潮流，所以刚刚讲说科技美元这个重要性是说，刚刚讲的。全世界都在用，对，这个 AMD 或 NVIDIA 的 GPU， 然后再来呢，你全世界所有的 AI 的 model 也都是美国在掌控，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美国掌握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主权 AI， 全世界都在盖主权 AI 嘛，因为你想像我们是繁体字，我们繁体字，我们有的我们自己的 AI 有时候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是我们的台湾的观点嘛，有时候还是一些简体字的观点嘛，所以这个全世界都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主权的捍卫，这文化价值的捍卫，价值，对，这个非常重要嘛，所以你看，川普也带着黄仁勋，过去1年去全世界各地兜售他的这个主权 AI， 所以你看，当你把你的科技输出到全世界，你等于把你的美元也输出全世界，然后我刚刚讲，又透过稳定币把你的美债再输出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债务很高嘛，那这个怎么解决？我们川普总统想到这个办法，是这个稳定币，当然最近那个 Bitcoin 跌了一些啦，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稳定币这件事情，是它的重要性是跟那个石油美元是非常接近。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到了美国这个体系？你讲到一个字非常重要，信任。就现在全世界这样，川普在开始，等于说他2019年开始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就要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其实是嘛，我是要把不管是价值的切割。不管是军事的切割，还有一个就是生产链的切割，所以我有红色供应链跟非红供应链。台湾现在当然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进到了非红供应链里面。所以你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刚刚讲韩国现在就是在红色跟非红之间一直在摇摆。那台湾基本上我们真的跟韩国相比，我们真的得到美国的信任吗？那得到美国信任之后，我们这个红利会有多少嘞？我们到底你刚才讲的那个美国只要有最新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它都是由台湾来生产的。是，我觉得产业啦，我们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美国当然是信任台湾，因为跟我们台湾合作快40年了，宏基今年也是50年了，就是你台湾的产业发展这50年的过程，台湾一直是跟美国合作的很深入的。你说从我开始跑新闻是 PC 的年代 ，PC 我们就帮他做了嘛，对，后来到手机，然后到现在的 AI。这中间还有好多的产品，我们连特斯拉早期也都是台湾做的，所以台湾是美国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这个在产业界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合作这么久了。那现在政治有杂音嘛，所以政治上就会有一些人讲一些很奇怪的话。那当然我自己是不太理解那些话，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产业的合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好，那我一直讲就是说像最近我们在讲生物科技我也主持那个生技的论坛，我就讲到一个重点，各位知道就是说，所谓半导体有半导体韧性的问题嘛，所谓半导体韧性就是说它要在当地生产，然后要这个自己能够掌控。那为什么要半导体在自己的土地里面生产？因为很关键啊，以后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你的晶片如果是还要靠海外去提供，就像天然气一样，对，就或者是像当年的 COVID 的时候，对不对？你晶片都找不到，然后又禁运，又海上又被封锁等等，你就很麻烦嘛。所以美国当然，它以后的战机，它的这个飞弹，它需要晶片，它一定要在美国生产。可是洪文讲的这一点，又是一个台湾人的担心，因为台湾是一个地狭人稠，我们的高科技人才很珍贵，我们训练这个台清交成这些科技人才是非常珍惜的。可是现在你要求说，我们去亚利桑那
去设厂。亚利桑那厂以后，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最好玩的消息是，我们可以生300个台积电宝宝了。你300个台积电宝宝，你有带多少人去？也就是说，我们会担心说，哦，你不只是说我扩张，我要不懂的说，我现在已经去熊本，我现在也去了这个美国。那我现在当然我也在德国，我也开始准备设厂。可你台湾就这么小啊？那我人那么小，我这个一稀释以后，我台湾还有人吗？那我会担心说我到底是一个征服全世界，把台湾的台积电、台湾的这个 AI 产业链变成全世界的 AI 产业链，还是说到了最后我台湾反而被稀释掉了嘞？是，我觉得台湾。当然，我觉得现在对魏哲家董事长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不要被稀释。那我自己看这件事情太多人问这件问题了。我说，其实美国的投资速度没有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制造在过去的30年，其实它已经流失了，所以它要重新回来制造，它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美国成本真的太高了。我最近看，美国人均所得9万美金呢，那台湾才3万多啊，对，差3。对，日本也3万多它已经，所以你到那边一定贵了，很多东西都贵好几倍。那所以这件事情。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法规，他们的法规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恢复，还有他们还有工会的问题，他们还有像台积电去亚利桑那盖第一个厂盖了4年才完工啊，他去日本盖2年就好了，台湾通常也都是这种速度，有时候更快，因为我们很熟练的，而且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法令都是在帮忙台积电，事实上我们对。半导体是的确提供很多好的条件，这样。可是你在美国，我觉得连他们学校教授、学生都不太多，在念这种半导体也都很少。对，所以这个都要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他又什么美国又投资什么1600亿，又2000亿，一个厂、2个厂到现在6个厂。对，那不管怎么样。6个厂又怎么样？因为台湾现在有20几个厂，那而且台湾还在新盖厂，台湾现在同时间。就整个台积电同时间有10几个厂在盖，日本啊、美国啊、欧洲啊、台湾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台积电来讲，大家可能都会一直想这种还有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那人都跑到美国去了，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这个他那个1650或到2000亿我觉得10年把它投完是差不多的，可是当然大家知道不会再增加吗？我觉得他还是要看绩效，台积电是一个非常重视绩效的公司啦。他如果说这个地方绩效不好，他一定要想办法改变。比如说日本的熊本2厂，他就改成3奈米嘛，是跟他原先的规划他就改了。什么赚钱最重要？对，他要去满足他整个市场的供需。所以这个整个公司的策略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倒没有那么担心。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